听民间故事，品百味人生，欢迎收看老李故事会，记得点关注啊！听说当年马皇后马小妹是因为老瓜不嫌猪黑，才和朱元璋成亲的。朱元璋比马小妹大2岁，他们俩是吃一口井水长大的。朱元璋从小就喜欢招呼小伙伴，自然就成了小伙伴的老大。马小妹长得非常好看，小时候一起玩过家家，就是朱元璋当皇上，马小妹当皇后，因此两人从小的感情就很好。不幸的是，他们2人从小父母双亡，为了生活，朱元璋就在村里给人家放牛，马小妹就到了外地，在一个财主家里当丫鬟。这一对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就分开了。朱元璋给人家放牛，本来也可以混口饭吃，可是他为了让小伙伴们解解馋，竟然把东家的牛给宰了吃了，这下就把自己的饭碗搞丢了，而且名声也传出去了，再也没有人敢用他了。他只好出家当和尚去了。有一天，朱元璋挑水累了，就在路上枕着扁担睡觉，被路过的方丈看到了。方丈觉得这个人有富贵相，从此就没让他挑水了，就把自己一生的武功都交给了朱元璋。等朱元璋学会武功之后，就打发他下山去闯一闯。朱元璋下山之后2手空空，没有办法生活，再加上以前的名声在外，找个工作都找不到，只有四处流浪了。这一天，大雪纷飞，天快黑了，朱元璋还没有找到过夜的地方，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他看见大户人家的围墙下有一大堆马粪，他眼睛一亮，这才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原来他从小放牛，别的事他不懂，但是这马粪一聚堆就发热，没人比他更懂了。所以啊，他看到这马粪就半墙高，就断定中间肯定是腐熟干燥的，应该可以保住自己的一条命。于是他就用手刨，在粪堆的半腰处掏出一个洞，他把身子倒蹭进去，因为还要出气，脑袋要留在外面。幸好还有一个要饭的碗，他往脑袋上面一口，哎呀，这就完美了。果然，马粪堆里是又没有风，有暖和。才一会儿的功夫，朱元璋的身子就不再打哆嗦了，身子不冷了。这时候肚子又饿了，这一天他都没有要到吃的。这漫天大雪的，他突然唱起歌来，老天无情下鹅毛，就这么一句词，他唱了一遍又一遍，每次唱完一遍还要报出自己的名字，混煞我朱元璋也。一般来说，这冰天雪地的，朱元璋缩在马粪堆中，不管是哭也好，还是唱也好，都不会有人来理他。没想到他唱累了，刚眯着眼准备睡觉的，忽然听到耳边有个女子在叫他元璋哥。他以为自己在做梦，不但没有睁眼，反而还使劲合了合眼，想接着做美梦。结果又听见女子叫了一声，他没好气地问了一声：谁呀？想不到来人居然是分别已久的马小妹，这真是巧的没办法再巧了。原来的马小妹就在这家当丫鬟，小的时候是抱孩子洗尿布，现在长大了就烧火做饭。虽然每日里烟熏火燎，但是女大18变，她是越长越好看。柳叶眉弯似天边月，樱桃小口自来红。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身段有身段，谁看见了谁喜欢。只是小时候没尝过脚，脚显大一点。不过脚大就脚大的好处，财主几次想占他便宜，都被他踢得进不了身。16岁的马小妹已经有了穷人的志气，宁可出去要饭，也不能再妇人玩弄。而且童年的友谊，他一直难以忘怀，经常会想起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朱元璋。这下雪天真冷，吃饭吃得早，收拾完之后，马小妹就回到住处休息。住处在东边的房里，墙外就是马粪堆。马小妹刚刚铺好床铺，没有想到财主进来又准备占她便宜，马小妹自然不从，拿起一把剪刀，不让财主靠近。财主看今天又不能得手，撂下一句狠话就走了。如果下次再敢不从，
就把你买到窑子里去。关上门以后，马小妹坐在床上，正伤心流泪着。她想，她做财主的不怕断子绝孙，自己再不逃走，必定会落进火坑里。难就难在没有人帮助自己，没有办法逃出财主的手掌心。如果不是自己孤苦伶仃，财主也不会这么欺负他。正当马小妹因无人帮助愁得双眉紧皱时，突然从后墙那扇小窗处传进阵阵歌声。由于只隔一墙，他听得分分明明，不由得双手合掌暗谢上苍，因为自己时常思念的那个朱元璋就在身旁。虽然不知道他为何落到这步田地，但是他宁可跟着朱元璋去讨饭，也不愿在财主家再待下去了。他明白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于是他悄悄地开始收拾行李。等到夜深人静，马小妹背上行李，轻轻地打开门，无声无息地走了出来，借着血色来到马粪堆前，先叫了声元璋哥，没有回答。他忽然多了个心眼，记得以前朱元璋耳后有个肉猴，自己小时候常抚摸，现在要先摸一下，别万一认错了人。他掀起讨饭瓢，伸手一摸，果然有，才又叫了第二声，朱元璋就带着马小妹踉跄了大半夜，来到一座关帝庙里才停下，跑得实在太累了。两人都没有说完互相分别后的情况，一人盖着一床被子就睡着了。一觉醒来天已大亮，互相一端详，二人都觉得超出了想象。朱元璋虽蓬头垢面，但那股不怒自威的气质没变，马小妹脸似芍药月季花，更显得好看。对视良久，朱元璋终归自觉窝囊，估计马小妹不会把鲜花插在牛粪上，就问马小妹打算下一步怎么办。谁知马小妹却咯咯一笑，风趣地说道：“还是给你当娘娘吧。”说完便扑到了朱元璋的怀里。朱元璋自然巴不得，趁势紧紧抱住了。依朱元璋的意思，只要晚上睡到一起就是两口子了。但马小妹不同意，说小时玩过家家，还要拜天地，现在要正式成夫妻了，哪有不拜天地之理？说拜天地其实也很简单，就在关帝庙案桌上插草当香，两人先拜天地，再拜关帝，再对拜，这就算是拜完了。白天啃了点旧干粮，天一黑就钻入仅有的那个被窝里。早上睁开眼，朱元璋看到马小妹正给他捉衣服上的虱子，大为感动，双手捧着马小妹的脸问道：“凭你这模样，随便嫁给谁也比嫁给我强，你为啥偏愿意跟着我受这份罪呢？”马小妹是个丫头出身，说不出什么大道理，但她很会打比喻，当即莞尔一笑，幽默地说：“老瓜不嫌猪黑呗。”闻听此言，朱元璋更加感动，自动跪下发誓道：“关帝君在上，如果日后朱元璋有半点对不住马小妹，你就用大刀劈了我。”自从夜里有了暖脚的，朱元璋就不再自甘沦落，白日里夫妻二人同去帮人干活，赚个肚子不饿。晚上回到破庙里，男的打板，女的唱，两双大脚互相搓搓倒，也苦中有乐。小时候的伙伴听说朱元璋和马小妹在一起了，就你提2斤面，我拿2升米，一起前来祝贺，大家以水代酒，好好的热闹了一番。冬天到春天，国家大变乱爆发了，反抗元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。小妹叫朱元璋去参加，为穷人打天下。朱元璋虽有些恋恋不舍，但他毕竟不是得过且过的人，决定去改变命运。临别马小妹，送了他10几里地。凭着机智和勇敢，没几年，朱元璋就当上了起义军的首领。接着灭元朝，扫群雄，建立了大明。他在南京登基，做了皇上。按理说，朱元璋应该把马小妹接来，封为正宫娘娘。谁能料到，从万人之下变成万人之上，身边已经美女如云。他早把马小妹视为黄菜帮子了。虽然那帮开国元勋老伙伴纷纷上门催他速将马小妹接来，
好早日龙凤呈祥。但是朱元璋总以朝廷四处不稳，一拖再拖，显然他是不想让糟糠之妻上堂了。然而那班开国元勋老伙伴却容光焕发，众人一商量，便叫骠骑大将军汤和告假回乡省亲，让他务必找到马小妹，让马小妹弄点和朱元璋共同生活的证据，好让他们和皇上理论。汤和找到马小妹时，他还不知道朱元璋做了皇上，正脸上锅底黑，帮人烧火做饭呢。听汤和把来意讲，他没丝思量，就用火筷子在纸上画了一幅老瓜给朱卓师徒，交与汤和带回。他说这话保准能让朱元璋觉悟，大概是朱元璋的良知还没有全灭，一看这话就想起了当年的情形，不由泪流满面。他传下旨意，命汤和带上凤冠霞帔回凤阳接马小妹进京。马小妹终于当上了真正的娘娘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想听下一集的朋友们请点赞加关注吧。听说点赞加关注的朋友们身体会越来越好，财源会越来越广，进家庭会越来越和谐。